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处股市只真心法价值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们分享国泰全球基因 ETF， 这档 ETF 的代号是00898。那即将在11月1号的时候募集，然后准备挂牌上市。那如果你是想要投资 AZ、莫德纳或者是 BNT 这类疫苗股的人，那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档 ETF。那这档 ETF 呢，我今天会跟你们分享它的指数筛选规则，还有它的一些费用的部分，以及如果你要投资这档 ETF， 你会面临的3个主要风险。那相信会对你的投资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那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帮助。那也可以订阅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档国泰全球基因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00898。那它主要的特色就是它会投资在基因技术、疫苗突破还有再生医疗的部分。那它的基因技术的部分的话呢，现在占它的总成分股大概是 39% 左右。那疫苗突破的部分的话就是在 30%， 然后再生医疗的部分的话大概也是占 30% 左右。所以说如果你要投资像是疫苗股的部分的话呢，这个 ETF 占比大概就是 30% 左右。那00898它的筛选规则有哪些呢？第一个00898这档 ETF 它的全名叫做国泰全球基因免疫与医疗革命 ETF。那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Selective 全球基因免疫与医疗革命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创立至今大概有4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过去的绩效报酬是如何。那成立日期的部分的话呢，它会在2021年10月1号，然后这档 ETF 呢即将会募集，然后准备挂牌上市。那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经理费、上市费、管理费还有指数授权费这几个加起来大概就是 1.12%， 就是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因为它没上市嘛，所以我们还无法确切的知道它总开销费用大概是多少，我们只能初估大概是 1.12%。那持股总数的话呢，这档 ETF 总共会持股50档股票。那核心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有包含莫德纳 5.64%， 还有 BNT 的公司有 3.83%。那它 Top 5加起来大概就 20.3%， 所以说它没有到特别集中在某一档个股，但是也没有到非常的分散。那再来就是指数调整的日期的部分的话呢，它1年会调整2次，那就是在5月和11月的时候呢，各会调整1次。那这调整的频率的话，我认为是还算 OK 啦。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没有要配息。那价格的部分的话呢，它1股是10块钱台币，也就是说你买1张大概就是1万块台币。OK， 好，那我们了解了00898它的一个费用的部分。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它的指数是如何进行筛选的。那我们要了解一档 ETF， 就是追踪某一个指数的 ETF， 它是如何筛选的话呢，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指数它的筛选规则。那指数的筛选规则它们通常会有这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筛选出指数的母体，然后它会经由一些流动性或者一些市值的部分再进行筛选。筛选完之后呢，才会进行这个指数它的一个特色筛选。它的特色筛选完之后会筛选出成分股，然后成分股呢再会依照某一种权重的方式进行计算。好，那我们00898它怎样做指数筛选的呢？首先它会用 Selective 的一个国家分类，会分类出已开发国家的交易所所上市的普通股，所以我们韩国跟台湾的话呢是包含在里面的。那流动性的部分的话呢，它会有2种流动性。第一个就是非指数成分股，它的市值要15亿美元以上才可以纳入这个指数当中。但是如果你是原本就是这个指数成分股的，你只要5亿美元，你就可以持续在这个成分股当中。然后呢，再来就是成交量的部分也是一样。非指数成分股的话呢，它是过去3个月日均成交值要在2500万美金以上。那指数成分股的话呢，就在1000万美金以上。那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这档公司它是在这个指数当中的话，那你下次要再继续在这个指数当中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是新的公司要进来的话呢，就会比较困难一点。OK， 好，那它指数特色筛选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它会经由 FactSet 的一个行业分类，然后分类在我们这个医疗产业当中呢，才可以被纳入这里面。那这个 FactSet 的行业分类的话，等一下我会做介绍。然后再来就是 Artis 的一个分数评估。Artis 的分数评估就像是一种智能的一种筛选关键字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你这家公司它跟我们这个指数的主题有没有相符。那符合程度越高的话呢，它的得分就会越靠前。好，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 Artis 的分数呢，再筛选出50档公司，然后纳入这个指数当中。那我们筛选这50档公司之后呢，要进行一个权重的计算。那权重是怎样计算呢？它是使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比较少见的，叫做调整式等权重加权法。那调整式等权重加权法跟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市值加权法，这2个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那我来做一个举例。我们的台湾的有个一档 ETF 叫做0050，那0050呢，它就是使用市值加权法，
也就是说，你这家公司的市值越大，那你占在这个 ETF 当中的比例就会越高。就像是我们0050有50%以上都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市值就是非常大所以说它在0050呢占比就会比较高。但是呢，等权式加权法就是不一样等权式加权法就是你不管是市值小的还是市值大的，它的比重占在这个 ETF 的比重几乎相当。也就是说，假装0050它是使用调整式等权重加权法的话，那么它的0050中的那个台积电的比例就会下降，大概只剩下3%左右这就是一个调整式等权重的加权法，它会防止某一些公司它的占比过于庞大这就是这个加权法的一个优点。但是这个加权法呢，当然有些缺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等一下会介绍。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00898它的指数筛选规则。那它的这个指数呢，它的历年报酬是如何？我们看一下，它从2017年的1月到现在为止到2021年的1月为止它大概成长了200%以上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报酬率。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它从2021年2月到现在为止，它是属于一个负报酬的部分。所以我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一个讯息那就是 COVID-19 爆发以后，这个有关于生技医疗股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指数成长是爆发性的成长。但是呢，它到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停滞成长了，因为基本上那些利好消息已经反映在这个股价上面。所以除非后面，也就是往后有一些更多的利好有关于基因或者是有关于疫苗股的一些消息，那它才会有比较再度有那种爆发性成长。OK， 好，那产业分类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FactSet 的一个产业分类。你要被纳入这个指数当中呢，你要是制药产业，然后生物科技、专业医学，然后管理式医疗保健、医院及护理，然后再来就是医疗及护理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卫生行业服务的。那 Artist 的分类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你分数比较高，你就可以排行比较靠前，然后到最后你的权重的话呢就会比较高。那这部分的话呢，就是你要符合制药的部分，然后再就是基因编辑或是一些生命科学工具或仪器，然后预防传染病，就像是一些疫苗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癌症治疗等等的，然后就是这些分类。那指数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莫德纳、BNT、AZ 这几档公司都有在这个指数成分股当中。那交生呢跟 Novavax 也有在成分股当中只不过它是在10名以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前10%的部分的话，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公司。然后呢，这指数成分股全部加起来，大概有80%是属于美国上市的公司。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投资这档 ETF 你应该会面临的哪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它的指数成分股它的筛选的规则是非常的宽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DN 上面有写到，挑选市值大、流动性佳的个股，但它市值真的很大吗？他说市值是15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美股当中小型股是3亿到20亿之间是小型股，中型股的话呢是20亿到100亿是中型股，大型股的话呢是100亿美元以上。所以说这档 ETF 它所筛选的公司在美股当中是属于小型股的部分。那各位你们也知道吧，小型股相对于大型股，它们有哪些优缺点？我们现在讲一下小型股的优点好了。小型股的优点就是它们的未来的成长潜能是非常的大，就是说它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是小型股也有缺点的部分，缺点部分就是它们通常不太有获利的能力，它们获利的能力不是这么的好。然后呢，他们也比较没有那种定价的能力，所以说呢，投资小型股它的那个波动性，它的波动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它未来的报酬是有比较大的成长潜能。那大型股的部分的话呢，就相反过来，大型股的话呢，它比较有定价能力，然后呢，他们获利能力也通常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也因为它是大型股，所以说它的成长潜能就没有像小型股一样这么的大。所以说呢，投资小型股跟投资大型股各有它的优点。但是呢，如果你是像这档 ETF， 它基本上都是投资小型股，然后它又是生技类的话呢，那它的风险就会叠加到非常的高。第二个风险加在一起，这个风险就扩大很多。第一个风险叫做等权重加权。我们刚刚讲过，等权重加权就是会让你的小型股的比例在这个指数当中它的比例也会跟大型股一样高。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这档 ETF 的风险依旧是它的筛选规则比较宽松，它可以筛选很多小型股进来。那小型股呢，本来波动性就大了，再去加上你风险第二等权重加权，也就是说你波动大的成分股比例也很多，就会说你这档指数当中基本上波动性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各位如果要投资这档指数的时候你要了解就是你这个指数它的波动风险是非常的高然后风险第三就是成分股的获利不稳。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它是小型股嘛，那小型股呢，它获利就是不稳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定价的能力，所以它还比较小嘛。然后呢，再加上它是生物医疗产业，如果你了解生物医疗产业的话呢，你应该会知道一个东西，那就是这个产业非常非常的烧钱。
你在制作产品的过程当中啊，你还没获得专利，你还没有被哪些大公司或者是哪些大的市场去采用的话呢，你的获利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哦 ，NTLA 这家公司呢是这个成分股当中第2大的持股，它的获利能力如何？它从2015年上市到现在为止啊，它的获利啊是0。是负值的它每股盈余从头到尾都是负的，但是呢，它在这档指数当中啊，它的占比高达5%。那这不是特例这档指数当中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都是像这个样子，但是呢，它的比例啊也是占到3%到4%以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风险第3，也就是说这些成分股啊，他们除非他们的制药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技术有获得专利，然后开始在市场上大量的贩售，要不然的话呢，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获利能力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莫德纳莫德纳的话呢，它是这个指数成分股当中占比最高的一档股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从2016年到2020年之间，这5年之间啊，它的盈余的部分全部都是负值，也就是说它没有赚钱。它直到 COVID-19 来了之后呢，它才开始有爆发性的一个获利。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投资这档 ETF， 你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标的啊，有很多公司呢都是处于在研发的阶段。那研发阶段的话呢，就是烧钱、烧钱再烧钱。那如果它没有研发出来的话呢，它股价一定会是惨跌。那如果它研发出来的话呢，才会有暴涨的情况。所以说，如果各位要投资这档 ETF， 你一定要了解这3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指数成分股它的筛选非常的宽松，也就是说它会纳入非常多的小型股。第二个风险就是它都是调整后的等权重加权法，所以说呢，它小型股的比例啊就会更多，然后再去加上这些产业啊基本上都还没有什么获利的能力除非有什么疫苗然后研发出来才真正的有获利能力之外呢，它基本上都是在赔钱的阶段。所以说，如果各位要投资这类 ETF 的话呢，你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好，那这期影片就是跟你们分享国泰全球基因 ETF， 也就是我们的00898。那如果各位你们只是因为想要投资疫苗股，所以你们要来投资这档 ETF 的话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档 ETF 当中啊，基本上只有15%的比例是属于你们想要的疫苗股的部分，其他的比例的部分的话，就是其他的生技业的部分，大概高达80%。所以说，如果各位要投资这档 ETF 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一下状况好，那我是不随测股市只知心法教的 Kevin，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